大丰堂是四川内江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斋名。张善子名泽，字号虎痴，形二，生于清光绪壬午即1882年。听说他的父亲是上海松江的盐官，所以久居松江。张善子的夫人就是松江人。张善子善画飞禽走兽，尤以画虎驰名当代。他卒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院，所以他的画作略存有日本画的风格。他共有弟兄8人，其中张大千行8，是最小的一个。张大千初名元，字纪元，后来更名为张爱，号大千，生于己亥，1899年4月初1日，比张善子小17岁。张大千也卒业于日本，但所学的是染制专业。他的绘画完全是他二哥张善子所教的。张善子性格严肃，不苟言笑，所以张大千谓之如严父。他们2人均美须髯，差不多都流到肚子那儿了。1924年之前，他们2兄弟就来上海，住在西门路西城里，家在弄内，画室在沿马路楼下。他们的楼上住着黄宾虹。当时他们是来上海卖画的外地人，没有多少人关注。那个时候，上海书家清道人李瑞清、曾皙名震全户，门生极重张氏兄弟就投了拜师函，拜入曾李门下。张大千性情豪爽，喜欢游戏人间，不修行俭，艳闻轶事很多。他住在嘉善的时候，就专门伪造八大、石涛、石溪、建江这些大家的画作，高价售出。当时沪上的大富豪程林生收藏八大石涛有数百幅之多，估计里面10之6、7都是张大千一人所伪造的。那时候还盛传张大千的一则故事，说有一天程林生想收一幅石涛的画作，请张大千去评定。张大千告诉他说，这是伪作，不值钱的。张大千出了程氏家门后，马上安排另外一个画商，说愿意2000元买那幅石涛，还放出风，说是替张大千买的。程林生大怒，随即以3000元收进了那件石涛。于是张大千竟得2600元，拿出了400元酬谢帮忙做局的画商。张大千善用其他人帮忙做局的例子很多，还有一次，程林生以6000元买进八大画的花卉4条瓶，每幅长1丈2尺，宽1尺余，其中有一幅荷花，枝梗长达8尺，一笔到底，一点点曲折都没有。程林生告诉别人说，这一套一定是真的了。张大千哪有这样的手段和魄力呢？抗战胜利后，那时候程林生已经过世了，有人拿八大4条瓶的事情问张大千，张大千大笑说，你把纸放在长桌边上，看我边走边画给你看。还有一回，吴湖帆都被骗买进了张大千作伪的梁楷水原图。有人问张大千，你为什么用日本乌子纸作伪？吴湖帆也是专用乌子纸作画的人，难道他会看不出？张大千说，画好以后放在露天下，任日晒雨淋，纸就变得黑暗破损了，然后再加工修整不好，在上面伪题了一首南宋刻书家廖营中的诗。为什么提廖营中呢？就是让他没有古本可以比对啊。张大千在抗战前所做的人物开脸样貌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张大千的风格。后来在1940年到1944年间，张大千和谢志柳在敦煌常住，敦煌所有大小壁画，张大千几乎全部临摹一通。据说他命儿子学生等人以薄纸搭高架上去，用笔细勾壁画样式，然后取下用刻碑帖方法纸背以珠或粉虫勾后，再拖在大布上，最大的有3、4丈长，高度有2丈以上，由张大千亲自执笔对壁临摹而成，大约有100-200幅之多。当时所用颜料像石绿、石青、朱砂都耗费500斤以上，是专机飞运过去的。这3、4年里面，张大千专心所临访的
大都是隋、唐、五代的人物、树木、山石、花卉等等，所以他的画风一变，与之前就判若两人了。抗战胜利次年，1946年2、3月间，张大千携带在成都所画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大小约150帧，借住在上海李祖涵家里，随即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院办画展出售画作，尺幅较大的要价黄金3大条，小作品也要4、5两的金子。当时李祖涵是上海的大牙商，长袖善舞，再加上张大千画风工美绝伦，在这二者的配合下，准备展卖7天的画展，3天就卖光了，而且还接了很多重新画的订单，当时共得黄金42条之多。张大千拿着这42根金条，马上和李祖涵的五弟李祖原一起飞到北平，去收购溥仪从吉林逃出来流散在北方的书画和古玩，1个月后就又回上海了。据说张大千以20根金条收购了南唐顾闳中所绘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又用18根金条收了3幅手卷，分别是钱顺举的《杨妃上马图》、燕文贵的山水和宋代佚名的《白马图》。就这么1个月的时间，金条就只剩下4根了。当时张大千应朋友的请求展示了《夜宴图》。过了3、4天，一次聚会后，张大千独留谢志柳和陈巨来，又出示了另一幅《夜宴图》，笑着说：“前几天给大家看的是副本，这才是真迹呢。”张大千得意地告诉他们说，尾作少了一小段，真迹的隔水陵上有一段年羹尧的亲笔题跋。不过后来年羹尧被赐死，这件作品被抄没，款就挖掉了。不过你们看，这里印着一个内容为双峰的朱文印，年羹尧就是字双峰。当年5月，张大千又回成都作画了。1947年春又来上海开展览会，又卖了36根金条。开画展的时候，李祖涵家宾客盈门，真是应了一句俗话，门槛都磨没了。期间还发生了几件趣事。第一件事，有个中国画学社的总务科长殷某某，曾经花几百元买了一部石涛的12开册页，想赚些钱出手，但是买方只还价800元，所以他通过李祖涵想请张大千提一个拔，给画作增值。张大千看了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这是早年我假造的，800能卖你就赶紧卖了吧。”后来这个殷某某竟然托李祖涵求张大千提款，承认是张大千的作品。张大千拗不过，照应某某的意思写了。后来殷某某马上就以2000元的价格卖出了这件册页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说有一天，一个北方画商拿来一个小卷子，求张大千审定真伪。打开一看，是普新社所画的山水，题款写着大千新社合作。大千笑着说：“这是普先生的作品，但是上面没有一笔是我画的呢。”要知道当时普新社的画价远低于张大千，这画商十分后悔，说不该收这件作品。张大千看他像要哭了，于是立即取笔加了一些，还在题字说丁亥某月大千右笔，然后和卷交给那个北方画商说：“这下是真正合作，你不吃亏了。”那个人称谢不已，大喜而去。张大千非常善于应付画商，从这件事情里就能看出来，所以那些画商掮客都非常乐于帮张大千奔走、呐喊、撑场面。说到画名，张大千当然名震遐迩，但对任何人他都从不骄矜自傲，即使是不懂画的人求他作画，他都是一挥而就，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他的一个朋友曾带有求画，问他需要付多少润笔。后来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，张大千对他说：“你当着别人问我，我也不好回答。以后你看求画的人跟你的交情如何，由你定，不管多少钱，少到5元也可以，只要包在报纸里面，当着别人的面说，这里面是润笔，我绝对不会当人打开，隔10天我一定画好奉上。大家细细品味一下。”
像他这种风度，怎么不让人感动呢？张大千生平从来不穿西服，他的袜子也都是用土布做的，即便住在外国，也都是由上海的师傅做好寄过去的。张大千旅居外国之后，徐森玉的儿子徐伯交回上海探亲，告诉谢志柳说，张大千每到一个国家，都会先请人用该国的文字在一张纸条上写着：我是张大千，住某街某号某楼某室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麻烦请你带我回去，谢谢你。如果真的迷路了，就拿出来问人。别人都知道这是中国的大画家，也都乐于领路。张大千后来都没有回大陆，毕竟名气太大了，妒忌的人也很多。于是北京、上海每年都有他的死讯流布。1983年，享受85岁的张大千终于停下画笔，病逝于台湾。